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张永德殿前司都殿前之职，发往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司都殿前。诺。官家圣公不虞。放个言。太君明鉴。此物从何而来？翰林医官署令使叶某，为老太尉在世所见。你好大胆！当今官家恩威有几，眼中最是揉不得沙子。若是此事揭出来，非但我赵氏一门，只怕9族之内俱无完卵。太君容禀，赵某已经问过医家了，以这张白笺所述症后，病人至多只有半年的手术了。陈潘美恭迎圣驾。如今元城的驻军有多少？元城有披甲3000。明日能随驾护从的又有多少？3000。好，给你1日的时间，整肃3000兵马，明日随朕护从。诺。太尉，不能进去，我还没有通报呢。两位相公，太尉他。给我出去！张太尉，二位相公，陛下銮驾出京不过10日，已立华、禅、江、亳诸州，沿途调用兵马。如今是个什么情况？如今随驾的护从军师已经超过了28000，余下的人马还在不断的集结。这北面的兵马几乎被陛下抽调一空啊！我呢，近日连发数封奏书，极地御前，可始终未见批复。这北面的兵马是为了防御契丹，陛下如此折腾，那北面的防备是要出大窟窿的。二位相公，你们可得万万设法，好好的劝劝陛下。如今你还不懂吗？陛下北巡，其用意根本就不在北面防御，北伐已成事实。官家圣公为何？为何要执意此时出巡？出巡是假，挥师北伐是真。北伐？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搅动京师这潭死水？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能调动天下兵马？除了北伐，还有什么法子让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的将帅太尉们将心思从京师之内转向外镇？太君明鉴，以官家之圣明，岂不知此时并非北伐的良机，只是他的身子已经撑不住了。张令公掌管殿前司兵权6年之久，内外皆为武臣之首，一言一行可动摇社稷宗庙。一旦张令公在官家身后为乱，仿石敬瑭以太祖女婿的身份剑夺大统6岁的幼冲之地，皇口4子能守得住吗？太尉父子受太祖和当今2代国恩，一旦张令公夺了郭氏的江山，敢问太君，那太尉当是向郭氏尽忠，还是向赵氏尽孝？这些话，赵书记可和大郎说过？太尉是何等人？这等内情，何用赵某与太尉分说？太尉将殿前司结义诸将悉数调出，堂堂指挥使去做了使长，仅以摆旗护从官家出外。若不是勘破了此间厉害，又何至于由此韬晦避祸，自明心计之举？赵书记，你想做什么？若是赵某所料不差，此时的张令公、李太尉等勋戚重臣，此刻也该明白过来了。旬日之间，
便要提调京师禁军，赶赴驾前听用。若是如此，有一件事还需早做布置。哪件事？老太尉在京中镇守多年，上下将佐、军中袍泽，所会者多，结下许多交情。请太君命夫人备下礼物，请二郎出面，一一慰问探视，什么都不必说，只留下一份人心人情即可。天姐一定要保护陛下周全。二位相公，请放心。仓所间才凑足了这3、4千人，陛下是怎么想的？这灭国之战哪里有这么大的呀？连你我都会觉得这仗打得仓促，想来辽国上下更会是猝不及防。天平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韩通，末将在。武宁军节度使同平章事王彦，末将在。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末将在。启奏陛下，3卯已过，诸将无一缺漏。今日众将先好生休整一番，明日清晨随朕北击辽国，夺回燕云16州。公元959年，周世宗郭荣借巡边之名离汴梁。4月16抵沧州，即日诏令北伐辽国。周军分兵急进，势如破竹，42天内连克易津关、瓦桥关、峪口关3关及营漠等州。至5月初1，关南至定西平。5月初2，郭荣自瓦桥关北上，进抵固安，北望幽燕，与一鼓作气，攻取幽州。为朕，张太尉率兵破瀛州，冯令公此番可以魂归故里了。出什么事儿了？哪里来的？重要吗？天子此番北伐，并无先兆。初时以出巡为名，轻车简从，只有殿前司都指挥使赵匡胤率100骑护从。一路上调遣各州镇兵，及至腋下，已有2、3万兵。月余之间，兵锋直下莫州、瀛州。京师禁军主力后发，却也在瀛州与栾驾会合。北伐乃国战，不当如此轻忽梦啊！中原去年可曾加赋？中原州县已有4年不曾加。不是大大。确实不是大大。天子伐南唐、伐西蜀，先后皆用兵20余万。辽国乃大国，攻仗连绵，甲兵犀利，空闲100万，非3、5万偏师可破。天子此行，怕是投石问路的意思更多些。大王，丞相府与元帅府合议，此番天子北伐，国中应镇之已尽，只要南唐的兵马没有异常调动，便可如常措置。天子銮驾到哪了？瓦桥关，兵逼固安、涿州。如今这3万人出自3军7州之地，每个州军或2、3千，或3、5千。诸军前从未有过合练的机会啊！这一旦要是上了战场，恐将出现另出多门的混乱局面，我等将不战自愧。
这西津府，乃辽国南京道的治所所在。辽国在此地经略已久，无论兵马武备，皆非寻常军将可比。且我军辎重补给仍在路上，若是贸然突进，恐有断粮之危。自辛卯日出兵以来，10余日间连下3州2关，此时正是一鼓作气之机，如何能自废手脚，以致再而衰，三而竭？韩节帅所言极是，我军之胜，胜在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若事事皆为一切齐备，方可实行。那么，待我等筹谋周密之时，与辽人亦是如此。一旦辽人早有准备，这战恐怕就不好打了。你们说的都对。元朗，末将在，随朕出去走走。你们接着议。来，柴加多一点。老赵，放羊的啊好，本地人，白石子村的，离关城近得很。我每日放羊，从村子里头走到关城，正好把我的羊全喂饱了。今年雨水好，收成怎么样？前些年不成，契丹人不会种东西，硬是让我们把那好好的苗子拔了，换成草。不过这些年好多了，北面啊换了个大官，这日子慢慢好起来了，要不然还哪有余力喂这么些羊呢？来，老赵，走。哦，好吃。老张可知，眼下汉家的大军来了，与我何干？我每日把我的羊喂好就成。汉家天子是来收回燕云16州的，要赴我汉家山河。汉家天子换的秦，谁知道现在来的呢是哪家天子？此地的天子是胡人，好歹都姓耶律，来来回回都是一家子。汉家天子，谁又知道此刻姓啥呢？不知此地何有名号？兵龙台。你，喂，肉不要了？给你了。官家，乡野村夫不懂什么仁义是非，方才那些胡言乱语，官家莫让我心里去。乡野自有乡野的智慧，可此番能够灭了辽国，一统北疆，那老夫的话自然不足为意。若是拿不下这幽都府，此地变成了两国疆界，往来交兵不止。如此一来，对于那老夫而言，还不如暂且先让耶律家继续做天子稳殿，毕竟日子还过了。这说破天，老百姓要的不过是个太平年景。若是真的身子稳健，说不定此番便一鼓作气，行险一搏，还16州百姓一个征硕太平。如今嘛，官家。就不给北地生灵再添一遭病灾了。今三关既定，人心归明，特加美号以安边邑，应天顺人，世事方来。改瓦桥关为雄州，义京关为霸州，治兵留守，授检校太傅正安军节度使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义神军节度使观察留后使陈思让为雄州都部署，率所部兵数支。国家贵境，天道恶淫，两军交战，矢石无情。一城之内，
百姓何辜？朕不忍见涂炭，念久离京师远耳，亦速归以安人情。即日起，大军班师还朝，故兹昭示，相宜直息，主者实行。陛下万岁！万岁！万岁！太平年下的一杯热酒，究竟是何字？油尽灯枯，药力已无力回天。张永德，陛下，进来。诺。陛下，范相公在中书门下行宿卫，以梁府的名义拟了一份唐札，将殿前4月10位秦军的几名官军调出皇城，其中张太尉北巡陈桥，李太尉整肃金明池大营。如还有10年时间，10年之后，他们如此布置，或许还有用。可如今勉力而为之，却是聊胜于无罢了。传张永德觐见。诺。臣张永德参见陛下。起来说话。谢陛下。北伐之事如何？此番陛下北伐，势如破竹，可见契丹内乱，国势衰弱。只要陛下抗复，及其大军粮秣徐徐突至，1、2年间，16州可复，边患可平，天下可定。官家，地上凉，官家当山药笼体。若明年北伐延年，你会如何当？便是这一次，再增加1倍的兵马与钱粮，
又未必能收复16州。北伐的要害，乃是幽州幽都府。以幽州为界，敌幽州之前是一回事，兵临幽都府是另一回事。前者乃是寻常征伐，而后者乃是国战，不可同日而语啊！既然如此，该如何定情？官家上一次有意北伐，张太尉进言，朕以为同当。先灭西蜀，再灭南唐，吴越归附，举大兵灭北汉，平定河东，休养生息2、3年。待到聚集30万兵马，待到朝廷备足10年开销的钱粮，方可舌谈北伐呀。慢些，慢些。拿着。诺。元老，在。少一个，没了。太尉，走。盒子里的物事，本就是赵匡胤当年亲手自太原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兜兜转转12年，竟然又以如此方式回到了他的手中。在他的心里，这是件彻头彻尾的不祥之物。从刘知远到郭威，天道循环，如今竟然轮到他了。他满心惴惴，恐惧不安。陛下今日如何了？陛下，大臣们到了。参见陛下。陛下可有吩咐？把张永德殿前4度殿前之职发往外镇，以赵匡胤为殿前4度殿前。诺。
子时三更，平安无事。三更了，我这一生误了许多人，先是哪家，如今又误了你。官家早些歇息，保重身体。我走之后，若是能遇见合适的心意的，当家允下了吧，我必为我守着。这是能把我们的子女抚养成人，便已对得起我们这7年的夫妻情谊了。即便再不姓郭了，我在地下便也会念你的恩情。官家这是说的什么话？官家身后，安相公和赵年间之语，我们母子日后还有谁能依靠啊？子非如所知。亦非无所知也。陛下，龙云上宾。